先给你一句能让后背发凉的话。就在此刻，在250万光年之外的深空里，有一个比咱们银河系庞大得多的星际帝国，正以每小时40万公里的疯狂速度死锁定地球，笔直地撞了过来。再过大约45亿年，它会结结实实地砸进咱们的家园，把咱们熟悉的银河系彻底撕碎，重新揉成一个面目全非的新世界。这个庞然大物就是大名鼎鼎的仙女座星系。你今晚要是跑到一个远离城市灯光的野外，挑一个没有月亮的晴朗夜晚，抬头往东北方向的天空看，就能勉强瞅见一团极其微弱、毛茸茸的小光斑。绝大多数人哪怕看到了，也只会满不在乎地扫一眼就走开。可要是你知道那团光斑到底是什么，又正在悄悄干着什么，你多半会觉得脊背一阵发凉。我得先把话说清楚，这绝对不是科幻片里的夸张桥段，也不是谁脑洞大开编出来的情节，而是无数天文学家用精密计算一遍遍确认过的板上钉钉的未来。咱们今天这期就来好好聊聊这场正在头顶上方悄悄酝酿的宇宙级大碰撞。在切入正题之前，咱们得先掰扯一件听着有点反直觉的事。在你平时的印象里，星星好像永远就盯在那儿，从老祖宗那会儿到现在一点都没挪过窝。可在天文学家眼里，事情压根不是这样。你要是去逮住一位天体物理学家问一句，他会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整个宇宙其实都在用一种疯狂的架势往外撑大。这话听着有点绕，咱换个接地气的说法，你就想象一个正被人不停往里吹气的气球，宇宙里那些大大小小的星系就像画在气球表皮上的一个个小点，气球越吹越鼓，这些小点彼此之间的距离也就越拉越远。大概138亿年前，那个神秘的起点猛地一炸，从那以后，咱们这个宇宙的空间本身就没停过，一直朝四面八方摊开。这就意味着，不管你蹲在宇宙的哪个犄角旮旯，只要往周围一望，几乎所有星系都在夹着速离你远去。当年那位有名的天文学家哈勃，就是盯着这种星光一点点变暗、变红的红移现象，才向全人类喊出了宇宙正在膨胀这个惊天发现。说白了，宇宙就是个一直在被稀释、一直在变空旷的单行道。天上所有的星辰大海，最后都会在漫长岁月里彼此走散，直到再也瞧不见对方那一点光。可偏偏就在这条看着铁板钉钉的规矩里，科学家用最先进的深空望远镜逮到了一个让人下巴都要掉下来的例外。在浩瀚无边的宇宙深处，有那么一个星系，不但没老老实实顺着大趋势离开，反而调转车头，笔直地朝咱们狂奔而来。它就像一辆在单行高速上全速逆行的重卡，而咱们这个银河系就是它正前方那辆躲都躲不开的小轿车。前面提到的这个逆行者正是仙女座星系，它离咱们大约有250万光年。250万光年，光是这个数字就远得让人绝望。就算是光拿着宇宙里的最高时速一路狂飙，也得整整跑上250万年，才能横穿这片漆黑的深渊。隔着这么远的距离，按理说它该跟别的遥远星系一个待遇，被撑大的空间不动声色地拖走，慢慢淡出咱们的视野。可当天文学家把精密的光谱仪死对准仙女座，跑出来的数据让在场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它的光谱压根没有出现那种代表远离的红移，反而清清楚楚地泛着蓝移。在天文学里，蓝移就意味着这个光源正急厚厚地朝观测者扑过来。科学家把数据来来回回核算了好几遍，最后得出一个冰冷又没法反驳的结论：仙女座在靠近，而且是用一种恐怖到离谱的速度在靠近。这速度到底有多快呢？答案是每小时40万公里。你不妨在脑子里过一下这个数。你平时坐的民航客机巡航时速也就900公里上下，地球拉着咱们绕太阳转，那已经算非一般的运动了。
时速也才108000公里左右。可仙女座是啥？那是个塞满了无数恒星、行星，连超级黑洞都有好几个的巨型天体集合。它就拖着这么一大坨东西，用每小时40万公里的亡命速度，在死寂的宇宙深渊里横冲直撞，剑锋直指银河。在这么变态的速度下，哪怕太空中一粒极小的尘埃撞上来，都能放出毁天灭地的能量。更别提这回冲过来的是个星系结构完完整整的大家伙。咱们现在过的每一分每一秒，仙女座都在天上变得更大、更亮，也更近。也许有人会想，宇宙那么大，说不定角度差那么一丁点儿，它就跟咱们擦身而过了呢。很遗憾，最精密的天体物理超算模拟早就把这份侥幸心理砸得稀碎。研究摆在那儿，银河系和仙女座的引力中心已经死死咬住了彼此，就像太空里两块正在互相吸拢的巨型磁铁，怎么挣扎，怎么躲闪，都是白搭。一场火星撞地球式的正面硬刚已经无可避免，这就让人心里直犯嘀咕，甚至冒出一丝恐惧。在整个宇宙都在加速摊大的大背景下，到底是什么东西搞出了这么个匪夷所思的反常？为什么偏偏就是仙女座能挣脱空间膨胀这道紧箍咒，这么精准，这么疯狂地朝咱们撞过来？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硬生生把两个巨型星系按着脑袋撞到了一块儿？难道在这片星海背后真藏着一只咱们肉眼根本看不见的巨手？想解开这个让人毛骨悚然的谜团，咱们还得先摸清楚这个逆行者到底是个多离谱的庞然大物。为了让你能直观感受它有多恐怖，咱得先在脑子里立一个尺寸的参照物，就拿咱们自己脚下这个银河系来比。平时在你看来，地球已经大得没边了，可你要是把地球搁到太阳跟前，太阳的个头大约是地球的130万倍，而太阳这颗给咱们送来光和热的母星，在银河系里也不过是最普通、最不起眼的一颗黄矮星。在银河系这么个巨大的漩涡里，像太阳这样的恒星，少说也有1000亿到4000亿颗。这还光是恒星的数目，你要是再把那些绕着恒星转的行星、飘在深空里的各种星云气体，加上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暗物质全算进去，整个银河系的质量大得吓人。从银河系这头走到那头，你就算脚踩宇宙里最快的光速，也得整整跑上10万年。人类扔出去最远的探测器旅行者1号，拿着每秒17公里的极速，在太空里孤零零地飞了快半个世纪，才勉强蹭出太阳系的边缘。可从太阳系的边儿到离咱们最近的那颗比邻星，中间还隔着4光年多的距离。这就是真实宇宙里那道让人绝望的星际鸿沟。在银河系这10万光年的地盘里，什么极端天体都有，有疯狂吞噬周围物质的巨型黑洞，有密度高到1小勺就重达几十亿吨的中子星，还有无数像太阳这样默默烧着的主序星。银河系那几条巨大的悬臂就像一台精密无比的宇宙钟表，在黑暗里不慌不忙，却又坚定地转着。它不光是咱们的家，更是无数可能孕育生命的星球的摇篮。10万光年的直径，至少1000亿颗恒星，这就是咱们银河系的全部家底。听着是不是已经庞大到让人喘不上气了？可你要是把这个让咱们引以为傲的银河系搁到仙女座面前，那还真有点小巫见大巫，完全不够看。天文学家用超长时间的观测配上超算模拟发现，仙女座不光比银河系大，而且是大得多。它的直径大约22万光年，足足是咱们银河系的2倍，还拐弯。这意思就是，你要是站在仙女座的一头，朝另一头打一束光，这束光得走整整22万年才能照到对面。而在它那又宽又厚、压迫感十足的漩涡结构里，装着的恒星数量更是达到了骇人的1万亿颗。1万亿颗恒星是个啥概念？要是把银河系比成一座已经很繁华的1000万人口大都市，那仙女座就是个体量大到吓人，人挤人挤到喘不过气的超级都会圈。
要是把银河系比成一艘庞大又还算精致的超级航母，那仙女座简直就是一整块在宇宙里挪动的钢铁大陆。它不光块头大，内部构造也更复杂。最新的观测发现，它中心竟然有一个极其罕见的双核结构。这说明在它漫长的演化路上，很可能已经把别的星系狠狠吞进过肚子里。它就像一头在宇宙里四处游荡，见谁吃谁的巨型吞噬者。也就是说，咱们不光在撞击速度上处处被动，在体量和质量这种硬指标上，更是被对方从头到脚地碾压。有意思的是，仙女座这份庞大，在地球上是能靠你自己的肉眼亲身体会的。你可以做个特别妙的思想实验。今晚你要是站在空旷的草地上，抬头看那团被叫做仙女座的微弱光斑，你得明白，你看到的根本不是它现在的模样，而是它250万年前的样子。因为那束光在宇宙里足足跑了250万年，才总算钻进你的眼睛。换句话说，你此刻瞅见的这一缕微光，是当年人类的远古祖先还在非洲草原上苦苦求生的时候，它才刚发出来的。而如今的仙女座早就不在你看到的那个位置了。它在这漫长的路上已经又朝咱们逼近了老远一段。你的肉眼对光不够敏感，平时只能勉强看清它中心最亮的那一小坨。可要是仙女座所有的部分，连它那些伸得老远的暗淡悬臂都能亮到被你看清，你猜它在天上得占多大地方？答案是，它会撑起相当于6个满月并排挂着那么大的一片天。你不妨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平时一个月亮挂天上就已经够显眼了，6个月亮连成一排，那么大一团星系悬臂静静地悬在深空里，而这还只是它待在250万光年之外时的视觉效果。你可以想想，等这头巨兽离咱们越来越近，它在天上又会呈现出一种怎样遮天蔽日、压得人喘不过气的恐怖阵仗。更让人心里发毛的是，它今晚之所以只剩下一小团模糊的光，纯粹是因为离得太远，也因为你的眼睛对光实在太不敏感。它其实一直都在那儿，从没消失过，只是一直忍着，一直在往咱们这边悄悄挪。等距离一点点缩短，这层伪装就会被一层层揭开。先是最亮的核心透出来，接着是内圈那一圈密密的星带，最后连最外沿那圈暗到几乎看不见的悬臂都会慢慢浮上夜空。到那个时候，你才会头一次真切地明白，那团光斑从来就不是什么无害的背景板，而是一头一直冲着你走来的巨兽。你还可以顺手做一个特别简单的对照，把手臂伸直，用小指去挡月亮，一根小指就足够把整个月亮盖住。可将来的某一天，你伸直整条手臂，摊开整个手掌，都未必能把仙女座那团光挡严实。就靠这么一个动作，你就能亲手量出这场碰撞正在一寸一寸的逼近。而这一切你既拦不住也躲不开，只能一年年眼睁睁看着它在天上越长越大。所以这压根就不是什么简单的太空追尾，更不是小行星砸地球那种灾难片，这是2个星际帝国之间的全面接触，是一场牵扯到1万亿颗恒星、无数行星系和无尽星云气体的大戏。在这种绝对的质量碾压面前，咱们银河系稳稳运行了几十亿年的引力结构，会变得像沙滩上的城堡一样，一碰就塌。那1万亿颗恒星带来的巨大引力场，会像一只无形的粗暴大手，把银河系的悬臂一把扯断，把无数星星像甩石子一样，狠狠地抛进冰冷漆黑的深空。聊到这儿，相信你对仙女座那份恐怖的体量已经有了挺直观的感受。面对这么个在尺寸和质量上把咱们完全压死的大家伙，想跑是绝对跑不掉的。既然双方的引力早就死死咬定了彼此，这场宇宙级的毁灭碰撞就成了铁一般的事实。可这又逼出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前面咱们明明说了，整个宇宙的大背景是在加速摊大的，
在星系彼此走散这个大势里，到底是谁在背地里使劲，硬把体量这么夸张的仙女座逆着宇宙膨胀往咱们身上拽？难道在咱们看不见的黑暗深处，真有一只无形的宇宙巨手在操纵这一切？其实这只无形的巨手不光真实存在，它比仙女座还要庞大得多，是宇宙里最神秘也最恐怖的存在之一。它就是暗物质。暗物质这个词很多人都听过，可绝大多数人对它的理解还挺模糊。你可能觉得它就是种看不见的气体，或者是一堆藏在黑暗里的碎石头。实际上，暗物质比这些东西要离奇得多。有一个最根本的点你得先记住，你平时能看见能摸到的一切，包括恒星、行星、花草树木，甚至你我这样的碳基生物，这些由普通物质拼出来的东西，在整个宇宙的物质总量里，只可怜巴巴地占了 15%， 剩下那 85% 全是暗物质。暗物质究竟是个啥呢？科学家找了老半天也没揪出它的真身。它不发光，不反光，也不吸光，甚至跟任何电磁波都不打交道，就像宇宙里一个彻底透明的幽灵。可它虽然看不见，却握着霸道的本事。只要有质量，就有引力。真正在统治这个宇宙的，不是那些璀璨星系，而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暗物质。早先科学家以为它是巨大的球形光晕，可随着超算模拟能力猛涨，科学家拼出了它更真实的分布图，结果特别出人意料，暗物质压根不是均匀铺开的一个个圆球，它们在极其宏大的尺度上攒成了一张张巨大无比的扁平结构。天文学家给这种庞大的网状构造起了个名字，叫暗物质薄片。你不妨在脑子里画这么一个画面，一张绷得紧紧的巨大橡皮膜，咱们的银河系和仙女座就像搁在这张膜上的两颗沉甸甸的铁球。这张暗物质薄片质量大得吓人，它的引力在平面方向上极其恐怖。在几十亿年的漫长光阴里，它硬生生把银河系和仙女座拽到了同一个平面上。这就好比用一根看不见却坚韧的绳子，把两个星系死死绑在了同一张桌子上。既然被绑到了一个平面上，接下来的事就顺理成章了。暗物质引力场像一个深不见底的漩涡，开始不动声色地把物质往中心拖。银河系和仙女座在暗物质引力的不停拉扯下，开始身不由己地朝着彼此滑落。这就是仙女座能挣脱空间膨胀，逆行撞向咱们的最核心缘由之一。它不是自己在主动狂奔，而是被一张咱们看不见的巨大暗物质大网兜住了。这张网正在慢慢收口，而咱们和仙女座就是网里那两只躲无可躲的猎物。说到这儿，你可能会有点恍惚。咱们平时总觉得星系是宇宙的主角，可真相偏偏相反。那些闪闪发光的星系只是浮在暗物质大网上的一点点亮片，真正决定它们往哪儿走，什么时候撞的，是那张咱们永远拍不到的骨架。这场大碰撞的剧本早在几十亿年前就被暗物质悄悄写好了。银河系和仙女座只是照着剧本一步一步走向那个早就定好的结局。要是事情只到这儿，那也不过是一场单纯的拔河。可宇宙诡异就诡异在这个巨大的舞台上，除了拉力，居然还有一股让人毛骨悚然的推力。你没听错，是推力。在你身后有一股极其强大的力量，正毫不留情地把咱们往仙女座的怀里推。这第二个幕后黑手比暗物质还要庞大，还要不可思议。它彻底掀翻了咱们对引力的常识。那这股神秘的推力到底是啥呢？在你的常识里，宇宙里就引力这么一种主导力量。引力嘛，顾名思义就是互相吸、互相拽。你啥时候听说过宇宙尺度上还有能把星系往外推的劲儿？难道除了引力，还有种能对着干的反重力不成？其实这股霸道的推力，它的来路绝对会让你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你以为背后是某个神秘的巨大天体在推，
不，在咱们背后狠狠推了这一把的，恰恰是啥都没有。你没听错，就是彻头彻尾的虚无，什么都没有。天文学家给这种诡异到极点的存在起了个特别形象的名字，叫宇宙空洞。想搞懂这个有点烧脑的概念，咱得先砸掉一个关于宇宙的老印象。你平时看那些星空照片，总觉得宇宙就像一锅熬得特别匀的八宝粥，星系就是里头的豆子。可实际上，你要是站在一个极其宏大的上帝视角俯瞰整个宇宙，会发现它压根不是一锅粥，而更像一块巨大的海绵，或者一块布满孔洞的瑞士奶酪。在这块巨大的海绵里，那些交织成网的纤维和骨架，就是刚说的暗物质薄片和星系团。而在这些纤维和骨架之间，夹着一个个巨大到让人绝望的空泡。这些空泡就是宇宙空洞。宇宙空洞到底有多空呢？在这些动不动就横跨几亿光年的巨大空间里，几乎连一个星系都没有，一颗恒星都没有，就连极小的气体和尘埃都少得可怜。那就是一片纯粹的、死寂的、绝对黑暗的虚无深渊。有科学家做过一个特别绝望的假设，要是咱们银河系不是生在繁华的星系群里，而是恰好诞生在某个宇宙空洞的正中心，那在人类造出深空望远镜之前，咱们抬头看天，除了银河系自己内部的星星，压根儿看不到宇宙里任何别的星系。咱们会真真切切地以为，这宇宙里就孤零零的只有咱们一个星系。那是一种能把人逼疯的绝对孤独。你可以顺着这个假设再往下想一层，在那样的星系里，天文学根本发展不出咱们今天这套宇宙观，没有别的星系当参照，人类多半会一直以为那片银河就是全部的世界，外头再没有任何东西。哈勃当年那个宇宙正在膨胀的发现，可能永远都不会诞生。暗物质、宇宙空洞这些概念更是无从谈起。从这个角度看，咱们能生在一个星系扎堆，抬头就能望见仙女座的地方，其实反倒是一种运气。正因为身边有邻居，人类才第一次意识到，宇宙远比自己想的要大，也远比自己想的要拥挤。可问题来了，这种啥都没有的绝对虚无，凭啥能生出推力去推动体量那么大的星系呢？这就得接上第一章那个打底的知识了。咱们说过，整个宇宙的空间都在不停膨胀，在那些物质密集的地方，因为聚着成百上千个星系和海量暗物质，它们生出的巨大引力会在很大程度上对抗、抵消掉空间的膨胀。就好比一群人紧紧抱成一团，哪怕脚底下的冰面在开裂扩大，大家也还能勉强守住阵型。可在宇宙空洞里，情况就彻底反过来了，那里啥都没有，也就没有任何物质能生出足够的引力去踩刹车。于是在空洞内部，空间的膨胀不但没被拦住，反而像一匹彻底脱缰的野马，撑大的速度快到发疯。你可以想象一下，在拥挤的人堆里，突然有人掏出个充气机，开始疯了似的往一个巨大气球里打气。气球越鼓越大，就必然会蛮横的把周围的人全都粗暴的往外顶开。宇宙空洞就是那个正在疯狂膨胀的巨大气球，内部急速扩张的空间会像海啸一样，把边上那些稀稀拉拉的物质无情地推向更远处，而这些被顶出去的物质最后就会撞上那些由暗物质和星系达成的巨大壁垒，也就是前面说的暗物质薄片。这就凑成了一个极其精妙也极其恐怖的宇宙级联动。特别不巧的是，咱们银河系和仙女座所在的这片区域，也就是天文学上叫本星系群的地方，恰好就坐落在一个巨大空洞的边上。这个空洞叫本星系空洞。这个巨大的本星系空洞在咱们背后疯狂地撑大，就像一堵无形的巨大空气墙，极其霸道地把银河系和仙女座一块儿硬生生推向那张暗物质大网的中心。聊到这儿，这场跨越几十亿年的星系大冲撞，它全部的动力来源总算真相大白了。在前方那无尽的深渊里，有暗物质薄片
用恐怖的引力死死牵引。在后方那无垠的虚空里，有宇宙空洞，用狂暴的膨胀无情推进。一个是致命的无情拉扯，一个是霸道的狂暴推背。在这两大宇宙级幕后黑手的联手绞杀下，银河系和仙女座就像夹在液压机里的两颗核桃，压根没有一丝逃脱的可能，只能眼睁睁看着彼此越靠越近，直到最后彻底撞成一团。这绝对是一场躲无可躲的宿命大戏。既然撞击已经成了没法更改的定局，最让人牵肠挂肚的问题就来了。要是这45亿年能一下子快进，让你站在这儿抬头看，这1万亿颗恒星的超级重卡直直闯进咱们的家园，咱们的夜空到底会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一幕究竟是地狱般的毁灭，还是宇宙里最壮丽的绝美烟花？接下来的画面绝对会震得你每一根神经都发麻。假设把45亿年压缩成一部快进的电影，地球永远都在，你的后代在往后这45亿年里会见证怎样翻天覆地的变迁。这绝对是一场人类历史上任何好莱坞大片都比不了的奇观。先瞧瞧现在的夜空，你跑到一个没光污染的野外，也只能在极其勉强的情况下瞅见那个仙女座。它现在仅仅是一团特别模糊、特别微弱的毛茸茸光斑，它安安静静躲在群星背后，像一块毫无威胁的背景板。可随着时间齿轮疯狂转动，这团光斑会发生恐怖的变化。时间快进到20亿年后，仙女座已经跨过极其遥远的距离，它嚣张地逼到了咱们家门口，不再是得瞪大眼才找得到的光斑。你猜它会变成啥样？它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发光椭圆，个头甚至比咱们平时看到的满月还要大上好几倍。它不再是夜空的配角，而是成了夜空里绝对的主角。每天晚上，这个巨大的发光体都冷冷地悬在天上。那时候的人每晚只要一抬头，就能感觉到庞大的星际帝国正像一座大山一样朝咱们压过来。那心理上的窒息感绝对能把人压得喘不上气。再往后，快进到30亿年后，仙女座已经近在咫尺了。它不再是一个单调的椭圆光盘，那两条庞大无比的悬臂会清晰地摊在咱们眼前，画面就像天上倒挂着2把由无数恒星组成的璀璨巨舰，核心亮得惊人，就像夜空里被硬塞进了第2个耀眼的月亮。对他们来说，仙女座早就不是什么遥远的天文名词，而是抬头就能看见，仿佛伸手就能碰到的日常。他们会把它写进故事里，编进歌谣里，只是没有任何人能让它慢下来。时间来到37亿年后，这份壮丽就开始染上毁灭的绝望。仙女座和银河系的引力已经开始最直接的剧烈碰撞了，银河系的边缘会被无情撕扯，熟悉的星座开始诡异变形，有些星星被硬生生甩出轨道，像漫天的流星雨一样凄美。而仙女座那巨大的悬臂在引力扭曲下变得张牙舞爪，整个夜空就像2只正在互相疯狂撕咬的巨型星际怪兽。最壮烈也最灿烂的时刻定格在45亿年后的今天，2个星系的气体云猛烈相撞。那个时代几乎每晚都会爆出刺眼的光，那是无数新生的超新星在疯狂爆发。夜晚亮得像白天，这不光是疯狂的恒星生育潮，也是无数古老恒星惨烈的葬礼。新生与毁灭的交响曲在咱们头顶震耳欲聋的同时上演。当时间走到45亿年后，真正开始彻底融合的那一刻，仙女座那庞大的身影会完完全全遮住咱们半个地球的天空，银河系那条璀璨银道会被仙女座恐怖的质量彻底打碎，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塞满无尽星光、混乱到极点的火焰地狱。到处是被扯碎的星团，到处是拖着长尾巴的流浪恒星。咱们就像坐在一艘正在疯狂解体的巨轮上，看着周围的一切沉沦。那样的夜晚已经很难再叫夜晚了，而是一整片翻涌的光，
你要是那时候还能站在地球上，甚至都分不清哪些星星属于咱们。这就是未来45亿年里，咱们夜空即将经历的终极变迁，从一团模糊的光斑变成2把巨剑，变成遮天蔽日的怪兽，最后变成点燃半个宇宙的璀璨烟花。可揪心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在这个天崩地裂的绞肉机里，咱们地球和太阳系又该怎么办？难道就会像一粒尘埃一样被瞬间碾成齑粉吗？这听着像是个必死无疑的死局。可你要是真摸清了星系内部的构造，会发现事情的走向出人意料。一听说2个星系要相撞，还是个揣着1万亿颗恒星的超级霸主撞上咱们这个几千亿颗恒星的银河系，我猜绝大多数人脑子里蹦出来的肯定是一场惨烈又混乱的宇宙级连环大追尾。无数颗巨大的恒星像台球一样在太空里疯狂对撞爆炸，咱们地球在这场漫天飞舞的火球雨里肯定会被撞得连渣都不剩。你是不是也觉得这才是星系碰撞该有的下场？可你要是去问天文学家，他们会给你一个特别反直觉的结论：不，真相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在这场牵扯1万亿颗和几千亿颗恒星的超级碰撞里，2颗恒星实体直接撞上的概率不能说绝对没有，但也几乎趋近于0。也就是说，咱们的太阳不光大概率不会被别的恒星撞碎，甚至有可能连个擦伤都不会有。你可能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这么多星星挤在一起，怎么可能撞不上？这就不得不提宇宙里一个残酷又伟大的真相了，那就是宇宙实在太空旷了，空旷到咱们那点可怜的脑容量没法想象。平时看那些绚丽的星系照片，总觉得星星挤成了一团，像一锅浓稠的八宝粥，可那是因为照片经过了超长时间的曝光，才把那些微弱的光硬生生叠在了一块儿。这就好比在万米高空看森林，觉得树叶都紧紧挨着，可你要是真钻进森林，会发现树跟树之间其实隔得老远。而宇宙的空旷程度比森林还要极端1亿倍。为了让你感受到这种绝望的空旷，咱们必须做一个思想实验，把太阳这颗直径140万公里的巨大火球缩到一个乒乓球那么大，把这个乒乓球搁在咱们北京的故宫广场上，你猜猜离太阳最近的比邻星该摆在哪儿？是北京5环外吗？还是隔壁的天津？这颗代表比邻星的乒乓球少说也得摆到遥远的广州去。这就是恒星与恒星之间在宇宙里真实的距离比例。在北京和广州之间整整2000多公里的距离里，什么都没有，没有空气，没有声音，只有绝对的死寂和虚无。这就是咱们银河系内部真实的空旷写照。现在你可以试着想象了，仙女座拖着它那1万亿颗这样的乒乓球撞了过来，可这些乒乓球彼此之间的距离同样动不动就是几千公里远。当这2个星系交汇的时候，根本不是2面实心砖墙狠狠砸在一起，而更像2张网眼巨大到离谱的渔网，在太空里互相穿插而过。那些代表恒星的乒乓球会极其顺滑地从彼此的缝隙里穿过去，它们擦身而过的时候，彼此的距离依旧遥远得令人绝望。天文学家给这种诡异的碰撞起了个特别贴切的名字，叫幽灵穿透。银河系和仙女座就像2个庞大无比的宇宙幽灵，咆哮着冲向对方，然后毫无阻碍地穿过了彼此的身体。没有惨烈的爆炸，没有火光冲天的撞击，只有那些原本陌生的星星在夜空里极其缓慢地变亮，然后又在漫长岁月里极其缓慢地暗淡下去，最终擦肩而过。这就意味着在这场宏大的宇宙交锋里，地球根本不用担心被撞碎，只要没有恒星直接砸过来，咱们太阳系这个行星系统就能保住结构。地球依旧会绕着太阳转，月亮也依旧会绕着地球转。咱们的家园在这场幽灵穿透里，不光能幸存，甚至连根毫毛都
都不会掉。这个结论头一回听到的时候，几乎反常识到让人不敢信。两个装着上千亿颗恒星的庞然大物对撞，结果居然是悄无声息地穿了过去。可你一旦真正接受了宇宙有多空旷，就会明白，这才是最合理的结果。恒星虽然多，但它们之间的空隙大得离谱，几乎可以忽略彼此的存在。所以这场看着惊天动地的碰撞，在恒星这个层面上，其实安静的出奇。听到这儿，很多人可能已经长长松了口气。既然连恒星都撞不上，那是不是意味着咱们太阳系就能高枕无忧了？你的后代是不是就能搬个小板凳，悠哉悠哉地看这场长达几亿年的宇宙级烟花秀了呢？你以为幽灵穿透就等于绝对安全吗？不，千万别高兴得太早。在这个残酷的宇宙里，毁灭从来不止一种方式。恒星实体确实不会相撞，可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恐怖力量，却能做到极其残忍的隔空杀人。在幽灵穿透的过程中，恒星虽然没撞在一起，但它们身上带着的那份恐怖引力场，会像无数把锋利的手术刀，把咱们原本熟悉的一切彻底切碎。为了让你真切感受到引力的恐怖，咱们还得再打个比方。你可以想象有两座用极其松散的沙子堆起来的沙雕城堡，你要是把这两座沙雕凑近，光是那种看不见的引力拉扯，就足以让两座沙雕瞬间垮塌，沙子稀里哗啦散落一地。银河系和仙女座就是这两座庞大的宇宙沙雕。当仙女座拖着那1万亿颗恒星的恐怖引力场冲过来，头一个遭到破坏的就是咱们银河系那标志性的旋臂结构。在那种狂暴的引力拉扯下，银河系的旋臂会像一根被拉断的巨大弹簧，瞬间就被撕成支离破碎的碎片。天文学家给这种壮观又惨烈的现象起了个名字，叫潮汐尾。在这个撕裂的过程里，数以百亿计的古老恒星会被无情地甩出原来的轨道，它们就像被狂风卷起的落叶，在太空里无助地四处飘散，彻底沦为流浪恒星。你有没有想过，要是咱们的太阳特别不巧成了这100亿片被甩出去的落叶之一，那会是一种怎样让人绝望的景象？到那会儿，太阳会被极其粗暴地踢出银河系，流放到极其寒冷、死寂的星系边缘，甚至星系际空间里。要是那时候地球上还有人，他们抬头看天，会发现除了刺眼的太阳，夜空里原本灿烂的满天繁星全都不见了，整个宇宙黑得就像一块死寂的幕布。那是一种被整个宇宙彻底抛弃的绝对孤独。可这还只是引力撕裂的冰山一角，接下来要发生的才是这场大碰撞里最绚丽也最致命的高潮。恒星虽然顺滑地穿了过去，但星系间飘着的大量极其庞大、结构特别松散的星际气体云，却会结结实实地撞在一起。这就好比两团巨大的棉花糖被极其粗暴地按到一块儿。在宏大的宇宙尺度上，这种剧烈的气体压缩会引发一场疯狂的连锁反应。那些原本极稀薄的气体，在剧烈的撞击和压缩下密度急剧飙升，给无数颗新恒星的诞生按下了加速键。在短短几百万年里，在这片被剧烈压缩的气体云中，会同时冒出海量的全新恒星。天文学家给这种极端又罕见的现象起了个名字，叫星爆。那个时代的夜空里，这些极其年轻的恒星会散出刺眼的蓝色光芒，整片夜空都被它们霸道的光彻底点亮。可宇宙的规矩就是这么残酷，这些在星爆中诞生的蓝色巨星，因为烧得太快，寿命极其短暂，仅仅几百万年后，这些耀眼的蓝色巨星就会走向惨烈的死亡。它们的死法是宇宙里最爆裂的超新星爆发。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在咱们头顶上方，几乎每天都会有巨大的超新星疯狂炸开，就像一场连绵不断的宇宙级大烟花秀。每一朵烟花绽放的亮度，甚至能超过1000亿个太阳加起来的总和，让地球的夜晚变得比白天还刺眼。
你不妨想象那样一种生活，抬头看到的不再是安静的月亮和星座，而是隔三差五就在天上炸开的巨大光球，每一次绽放都亮得没法直视，亮到能在大白天投下第二重影子。刚开始，人们或许还会把它当成宇宙最盛大的烟花来欣赏，可看得久了，就会慢慢反应过来，这漫天的绚烂并不是庆典，而是一颗颗恒星在用最惨烈的方式死去，也是在向脚下这颗星球一次次泼洒看不见的毒。每一次超新星爆发，都会疯狂地向外喷出致命的伽马射线和高能粒子流。要是在地球附近几十光年的范围里，特别不巧地炸掉一颗超新星，那恐怖的辐射会极其轻松地把地球的臭氧层整个剥光。一旦没了臭氧层的保护，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会在极强的宇宙射线轰击下极其痛苦地走向灭绝。所以你看，这才是这场星际大碰撞残忍的真相。它不会粗暴地用恒星把你砸碎，但它会用扭曲的引力撕烂你的家园，再用绚丽的致命烟花把你的存在彻底扫荡干净。那么在这场混乱又疯狂的大戏里，咱们的太阳系究竟会被甩向哪儿？咱们的地球到底能不能活下来呢？要回答这个，咱们得先看看太阳系在这场引力风暴里会被扔到哪儿去。咱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其实特别讲究，待在银河系边缘的一条悬臂上，离银河系中心大约26000光年，这个位置极其精妙。它既躲开了星系中心那种危险的强辐射区，又没被彻底甩到啥都没有的荒芜地带。天文学家给这种完美的位置起了个名字，叫星系宜居带。可当仙女座那庞大的引力网扫过来，银河系原有的引力平衡会被彻底打破，太阳系绝对没法再安安稳稳待在原地了。在超级计算机的模拟里，太阳系未来的命运大概率会走向两种极端。第一种特别悲惨，是太阳系被狂暴的引力直接拽向两个星系融合后的全新核心区，那绝对是地球的噩梦，因为在新的星系核心里，恒星密度高得离谱，到处是致命的超新星爆发，甚至可能一头撞进超级黑洞。第二种走向是太阳系倒霉的被引力弹弓直接甩飞，被粗暴地踢出原有的星系结构，流放到极其寒冷死寂的星系边缘。不过有个好消息，从目前的超算数据看，第二种情况发生的概率还相对高些。咱们太阳系大概率会被无情地甩到星系的荒芜边缘，那里虽然极其寒冷，夜空漆黑，但至少能躲开中心区那些致命的辐射。在遥远的边缘苟延残喘，似乎已经算是太阳系在这场灾难里最幸运的结局了。听到这儿，或许你会觉得这算是件挺走运的事。要是45亿年后，太阳系真的被甩到绝对安全的边缘，躲过了所有致命的辐射，那咱们地球上的生命是不是就能安安稳稳熬过这场浩劫？人类的后代甚至还能坐在地球上，悠哉地欣赏星系融合最后那抹绝美余晖呢？你以为地球真能熬到那一天吗？不，真相绝对会给你浇上一盆冰冷的冷水。极其残酷的事实是，不管仙女座撞不撞过来，地球上的生命都绝对等不到那一天。这场壮丽的星系大碰撞，地球生命注定没机会坐在观众席上亲眼目睹了。为啥呢？因为你一直特别依赖、特别信任的太阳，它自己都快撑不住了。你得知道，太阳也是有寿命的，它现在正处在稳定的壮年期，可随着内部庞大的氢燃料被不停消耗，它的核聚变会烧得越来越猛，太阳也会变得越来越亮，越来越热。其实压根不用等太阳最终衰老死亡，大约只要再过10亿年，它的亮度就会增加10%。你千万别小看这10%，在这种恐怖的高温炙烤下，足以轻轻松松把海洋蒸干。原本美丽的蔚蓝星球会被彻底烤成一个死寂的焦热地狱，连一滴水都剩不下。而这还只是个开头，大约再过50亿年，太阳的核心会因为燃料枯竭而剧烈坍塌，
它会从一颗稳定的黄矮星疯狂地往外膨胀，变成一颗巨大的红巨星。这颗红巨星的体积会膨胀到离谱的地步，甚至极有可能直接把地球一口吞下去。地球表面坚硬的岩石会被红巨星恐怖的高温彻底融成一片岩浆的海洋，最终灰飞烟灭。这才是让人绝望的真相。在仙女座狂暴地撞向银河系的同时，太阳也正经历着惨烈的衰老和死亡。外有恐怖的星系大冲撞，内有太阳致命的红巨星膨胀，这是一个绝望的双重死局。不管仙女座的引力把太阳系甩向哪儿，太阳自身的死亡就已经提前判了死刑。这里其实还藏着一笔更让人唏嘘的时间账。仙女座要45亿年才撞过来，可太阳只需要10亿年就能把海洋烧干。早在那场星系大碰撞拉开大幕之前，地球大概率就已经变成一颗没有生命的焦土了。等仙女座那2条巨大的悬臂铺满天空的时候，脚下这片土地上早就没有任何一双眼睛。人类真正要跟时间赛跑的对手，从来都不是那个来势汹汹的邻居，而是头顶上这颗看着温柔，其实也在慢慢老去的太阳。这听着是不是让人涌起一种极深的无力感？可换个角度看，这份无力感里其实也藏着一点别的东西。人类从来没有能力去改写这样的结局，却有能力提前几十亿年把它算得清清楚楚。这件事本身就了不起。咱们这么一具渺小、脆弱、寿命顶多100来年的碳基身体，居然能靠着一堆望远镜和超算，看穿几十亿年之后的宇宙剧本。光是这一点，就足够让人对自己所在的这个文明多生出一分敬畏。既然地球横竖都是死，人类大概率也等不到那一天。那研究45亿年后的星系碰撞，到底还有啥意义？你千万别觉得这是在杞人忧天，这藏着个终极谜团。破解它，说不定能让人类找到逃出死局的办法。咱们总觉得最惨烈的撞击点肯定是2个星系的核心，在常识里，那里盘踞着一头恐怖的超大质量黑洞。银河系那个是太阳的400万倍，仙女座的更是离谱。当这2头怪兽缓缓靠近，撞在一起会爆出恐怖能量，那绝对能把周围空间撕裂，这才是这场大戏的高潮。可要是去翻最新研究，会发现事情特别诡异。有顶尖科学家提出，这场双黑洞的对决根本不会上演，因为咱们可能一直都被骗了，那个核心可能不是黑洞。你说有照片为证，那是诺贝尔奖级别的铁证，但这得严谨点。咱们拍到的其实并不是黑洞本体，黑洞连光都吞，咱们拍的是吸积盘发出的明亮光芒，中间那块极黑的阴影证明存在极其致密的物体。可颠覆认知的地方来了，除了黑洞那个起点之外，还有另一个诡异的选项，那就是一团致密的暗物质。暗物质占了宇宙质量的5%，它们看不见，却有引力。最近有科学家认为，银河系深处的引力源可能不是黑洞，那其实是一团因为引力极强被压在一起的暗物质团。要是这是真的，那绝对是人类认识宇宙的超级反转。你以为在凝视深渊，结果那只是一团浓密的黑雾。科学家提出假说，是因为恒星运动发现了一些异常。如果真是黑洞，恒星轨迹应该符合广义相对论，可超长期观测里，恒星那细微的偏移解释的有点勉强。要是换成暗物质云，它能精准吻合恒星的运行数据，这比传统的黑洞模型还要惊人的贴合真实的观测。计算机模拟显示，这种模型能生出一模一样的阴影图，这简直就是完美巧合。但这真的只是一种巧合吗？要是黑洞，它就是吞噬一切、万劫不复的无底洞。可要是暗物质团，它就不存在那道致命的事件世界。物质掉进去，只是被剧烈拉扯，不会被彻底抹掉。这意味着2场黑洞的融合可能变成了暗物质的交融。
这种交融没有吞噬，只有漫长且混乱的隐秘交织。它会生出怎样的现象，没有任何计算机能模拟出来。这甚至关乎引力的本质和宇宙诞生之初的秘密。要是银河系和仙女座中心都是暗物质，那大碰撞就不只是毁灭，它是揭开暗物质面纱的终极演出。当碰撞平息，熟悉的银河系又会孕育出什么东西？当一切尘埃落定，这片混乱的星空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呢？这场跨越45亿年的漫长旅途，这场动用了暗物质的宇宙大戏，它最终的结局其实并没有咱们想象的那么暴躁，反而出人意料的平静。时间再往后推，从45亿年熬到70亿年后，2个星系才会合二为一。你不妨想象那个物理过程，原本像精美圆盘一样的漩涡星系，在一轮又一轮的隐秘拉扯下，那些整齐的轨道被彻底打乱了。所有恒星不再乖乖旋转，而是在3维空间里像蜂群一样杂乱无章地乱飞。再过几十亿年，这种混乱的运动会慢慢平息下来，2团神秘的暗物质核心都会完美地融在一起。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银河系和仙女座的名字将彻底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体积庞大、形状像巨大橄榄球的全新星系。天文学家给这个宏伟的星际帝国起了个有意思的名字，叫仙河系。仙河系是一个椭圆星系，里头再也没有那些明亮的悬臂。你可能会问，几万亿颗恒星聚在一块儿，难道不是更加生机勃勃吗？不，事实恰恰相反。仙河系其实是一个非常衰老的星系，因为在漫长的碰撞里，那些丰富的星际气体云早就被消耗得一干二净。没了气体云，就意味着仙河系再也孕育不出年轻的新恒星。在这个庞大的仙河系里，绝大多数恒星都是那些古老的红矮星。你要是有能力站在一颗行星上抬头看天，会发现整片夜空都被暗红色笼罩，再也没有刺眼的超新星爆发，再也没有蓝色巨星，一切都归于死寂。这就像一座极其繁华的大都市，褪去了霓虹，变成了一个宁静的养老院。仙女座和银河系的毁灭，其实只是在极其缓慢地孕育出这个庞大的家园。也许在遥远的仙河系里，还会有生命，好奇地推演着当年那场碰撞。从头到尾捋下来，这其实是一个挺矛盾的故事。它讲的是撕裂，是甩飞，是被整个宇宙抛下的孤独。可它落到最后，却不是一声巨响，而是一片安静的、近乎温柔的暗红。银河系和仙女座没有消失，它们只是换了一种形态，把一切交给了同一个家。所谓毁灭和新生，在这么大的尺度上，原来只是同一件事的2个名字。下次你去野外寻找夜空里那团微弱、毛茸茸的光斑时，你可以想一想，就在你注视它的这1秒钟里，那个帝国又朝咱们狂奔了100多公里。光是这么一想，是不是觉得这看似平静的夜空其实一点都不平静？好，这期就到这儿了。要是觉得还不错，就点个赞支持一下，也欢迎分享给感兴趣的朋友。还没订阅的话，顺手订阅一下，后面我还会接着聊这类话题。咱们下期见。